大家好，我是唐彼得，在与君同宗饰演殷启。我是汪静涵，在与君同宗饰演裴彦之。你播一腔是什么意思啊？比较正经的一个场合，所以说就是用一点正经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Q and A， 开始吧，来。两位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场景？第一次见面，对，公司试戏，试戏公司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对，是的，第一次见面。那么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你先说。对彼此的第一印象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小男孩，但是有一点点装装的。我哪有装装的呀？就是一开始会有一点嘛，然后后来就是很反差，后来就是其实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其实我对老汪的第一印象是，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钝感力，就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特别好沟通的样子。意思是我蠢？没有蠢，就是感觉不是很好接触嘛，就刚开始认识，但是后来了解了之后，就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心思也很细腻，然后也很热情的一个人，暖男，就会有反差感。我也反差，好，都有反差。在剧中谁是更照顾人的那个？在剧中肯定是裴彦之嘛。他在剧中，裴彦之，我觉得裴彦之所代表的一个词儿，我能想到就是守护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他的守护是对于殷启，对于他的族人们的。所以说，肯定是我觉得裴彦之更会照顾人一点。在剧中肯定是他呀，因为我觉得殷启在他面前永远还是像小孩子一样，没错，就比较依赖他。对，就是裴彦之更多的感觉是殷启的哥哥那种感觉，就会很依赖他，所以肯定是他，剧中肯定是他。是的。那么现实里谁是更照顾人的那一个呢？他不是你这还指我？那我先说嘛，肯定是他呀，因为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我本身，大家可能也能看得出来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心很大的人，可能有些东西我会，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一下。但是之前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拍戏的时候有一天生病了，然后发烧了，因为就是可能受凉了吧，还是怎么着，就是有点生病。然后因为他当时就是跟导演说能不能让他的戏份往前提，让我多休息一会儿。但是我们的戏是很赶的，就是所有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，所以说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很感动吧，很感动。这有啥？但我觉得换作是他的话也会这样子。你是有点太相信我了。我觉得会啊，对我也会。我觉得我为什么指他？我觉得如果在生活日常上的话，肯定是他照顾我会多一些。对，日常上嘛，就比如说像我拍通宵拍到早上6点7点的话，我没有时间去吃东西，他会提前在酒店给我点好早饭。比如说他知道我很爱喝豆浆，都会提前给我点好。但是还好顺手的事儿嘛。但是会让我会觉得你生活中的话会更加照顾我一些，心里暖暖的是吧？好吧。好吧。那么在日常生活中，两位有没有什么小摩擦呢？摩擦没有，我觉得是有的。啥呀？咱俩还有摩擦，我咋不知道？这能说？不是，我都不知道是啥，说呀。就是过年的时候，我要好好说了。过年的时候什么呀？因为我们都回家过年了嘛，然后可能只有线上的联系。但我这个人比较爱打游戏，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呢，可能有几次没回他的消息，就他会发现我没回，因为我打游戏的时候很专注嘛，但是我打完游戏看手机第一时间就回他消息了，结果他一天没留。没有第一时间啊，我一定觉得，因为我记得应该是2点左右，比如3点发的，他是隔了3到4个小时，比如5点6点。哪有这么久？不是，我手机有记录啊，就是有这么久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打游戏太专注了还是怎么，一把游戏可以持续3到4个小时。可能没看手机。下一题。休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呢？休息的时候，我说他吧，因为他是这个
同庆人嘛，雀神，就是麻将打得特别厉害。然后像一些牌类游戏，像什么卡波，然后什么狼人杀，还有之前玩的就很多种桌游，他都很爱玩，他很爱玩这些东西。但我教他这些，他现在也很爱玩。对，我也很爱玩。对，被他感染了。对，他就是麻将技术也有一个提升。然后他的话，他喜欢打游戏，加那个看小说，特别爱看小说。我不知道哪来这么多言情小说看。谁看言情小说了？你不要造我谣啊！我没看言情小说啊，我没看言情小说。仙侠可以吧？仙侠是有看的，其实啊。两位当中谁更爱撒娇？他。相比而言的话，那我吧，我多一点。就是他是那种就是跟你讲2句话，哎呀就这样一下。有吗？有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对他自己可能感受不到吗？就像对他自己可能感受不到，但他平常跟我说话就是动不动就是。我不觉得，真的，你就是这样的。你动不动跟我讲话的时候就这样。好，行。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一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真的没有。好了，你不要造谣。我下一题，下一题什么造谣？就是这样的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拍摄时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个对手戏演员选对了？拍戏的瞬间没有，就是刚开始我就觉得是这样的，就觉得这个演员选得很好。就确实开始知道是对方的时候，就觉得选对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当时没有一个过程，觉得好像对方是选对了。从一开始知道的时候，试镜的时候就觉得挺搭的。我是真那么觉得的。我真这样觉得呀。你也真的这么觉得？咱现在说实话。对呀，不然呢？行吗？如果有机会，还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如果有机会还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我会想演一个变态，就是那种反派，也不是变态吧，反派，然后带一点点变态，就是那种很有张力的角色。然后他就很想演变态，对，然后他就正好可以演一个我的玩物。什么东西？玩物？这个可以消音啊，这个可以消音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大脑缺氧应该是可以的吧？或者说我们可以演一个轻喜剧，然后演一个从小长大青梅竹马的一个这样的角色，然后那种人生朋友。那这个不是和我们现在的重合了吗？就现在也是2个人从小那个青梅竹马。那不是现代吗？你这不是咱这现在不是古装吗？好。然后我的话就是想演一个校园剧或者悬疑题材的。然后校园剧啊，就比如说我演一个那种学霸，然后他演一个学渣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如果要演学霸的话，应该我来演，真的。不是他之前，先让我说，我必须要讲。你跟他玩逛3元，他真的就是他只能想到一个，就是他的脑子好像是单核处理器。单核处理器就是比如我们说逛3元，我说大象，他说老虎，我说是的，他就忘了他要说什么了，就是那种。反正特别的，但是从形象上的话，是不是我更像学霸，他像学渣一些？形象上是会骗人的，他是看起来很。你像那个娱乐课代表。娱乐课代表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班上搞那个娱乐的呀。确实看起来我是 rapper 吗？自己扣自己是 rapper。如果有机会对自己所饰演的角色说句话，想要说什么？对饰演的角色说话。我先说吧，可能我想对殷琦讲，希望你可以多一些快乐，然后少一些误解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因为想的太多，所以误解太大了，会让自己变得没有这么快乐。我觉得这个问题跨的有点大，就怎么突然变沉重起来了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要是对裴彦之说的话，我觉得我会讲，就是下次可以不要这么多的顾虑。我觉得有爱的话，就是要说出来。对，我觉得是因为燕之把殷琦太当小孩了。对，因为在剧里的感觉就是裴彦之就是殷琦的哥哥，就感觉老是想要默默的守护他、保护他，对，就不想给他讲。但我觉得可以勇敢说出来，因为在剧里就是嘛，裴彦之就像是殷琦的哥哥一样，对不对？是哦。
请问两位杀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又来，杀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杀青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解脱的感觉，因为杀青，因为我们戏确实拍得很紧，就是基本上没有好好睡过觉。杀青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要好好的睡一觉，但是可能多少会有点不舍吧，会有点不舍的，会有这种情绪在的，因为我们待在一块很久嘛，然后天天一起吃饭啊、聊天啊，就是突然一下还是会有点不习惯的。确实会突然之间分开的话，长时间待在一块会很不习惯。然后我的话，其实就是会想要多拍一些，对，会觉得太短了，所以肯定是舍不得大家。但是和他肯定是有一样的，就觉得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，因为我们平均睡眠的时间也就每天3到5个小时吧，如果算下来的话，也没有这么少，3到5，差不多3到5个小时。最少的大概是这样，最少是3个小时，最多的话可能7、8小时也有。对，但平均可能5个小时左右，5、6个小时吧。对，我觉得平常一天能睡。我没有这么多感觉，我感觉我比你少，你怎么？我前7天感觉真是没怎么睡，我是全集做拍摄周期，我就有1天是纯休息的，我2天。对，那么现在我们的剧已经播出了，开播之后两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开播之后其实是有一点放松了，因为播之前确实是蛮紧张的，而且特别是我们播的那一天早上起来，我就感觉整天都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。就因为可能会害怕别人说我丑啊，说我演技不好，可能确实有啊，但是确实就是会很紧张嘛。但播完之后，确实有一点松了一口气的。因为所以你会在意别人说你丑这件事情吗？还好吧，但是你播剧这种事情肯定是会紧张的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作业，对吧？播完之后还是蛮轻松了一点，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接着往下看嘛，我觉得就是还是后面其实挺精彩的。然后我觉得播出的话，我自己现在的话还是比较的忐忑的。你现在也忐忑？对，还是会有忐忑的。为什么？心情在，因为其实会有看到很多的负面的评价，我觉得还好。所以就是会担心大家对于后面的剧情的话会降低期待，但其实我们后面的剧情我觉得很精彩，对，会有很多好看的情节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剧。我觉得就是这样，就是负面评价我们不用太去在意，因为确实就是我们需要接受大家的批评的。对，但是这些好的评价我们也可以先接受一下，就是可能好的评价，对，也可以非常的感激大家对我们好的。所以说不要忐忑了，不要忐忑。我觉得我们往后会越做越好，而且我们后面的剧组会很精彩。没错。好。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吗？刚不说过了吗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往下看我们的剧吧，我觉得我们后面是精彩的。对，然后也希望大家生活可以开心快乐。情商好高啊！对啊，高情商嘛，展示一下高情商。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开心快乐，然后身体健康，过好每一天。然后好好的不是好好，多多的期待我们后面的故事。对，拜拜拜。